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同时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等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中央人民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公告。周外长要求，今晚12点之前务必送到世界各国的驻华使领馆。是。嘉祥啊，你还记得咱们两个第一次喝酒是什么时候吗？我记得是在长征刚开始不久。就是刚刚打完了湘江之战，你和博古里德大吵了一架，到我这里发牢骚，咱们两个是借酒消愁啊。我想起来了。从那次谈话以后啊，我才渐渐地了解了主席。在那之前，你是从苏联回来的留学生，红色的布尔什维克。我呢，也就是一个山沟沟里不懂马列的土帽子。咱们彼此都是有些成见。那次谈话之后，洛甫也加入进来，侯场会议、黎平会议。后来有了遵义会议，把左倾机会主义者赶下了台。说来惭愧啊，刚回国的时候啊，我总是高高在上，也犯了不少错误。哎，人非圣贤，谁能一贯正确？我不是也犯过错误吗？我在党的7大上说过，王稼祥同志对中国革命是有巨大贡献的。主席过奖了，过奖了。稼祥，当年从中央苏区撤离的时候，大概谁也没有想到，15年以后，我们能够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呀。长征那会儿啊，净想着怎么生存下来了。至于胜利嘛，那好像都是下一代的事儿了。我们是幸运的，能够活着看到胜利的这一天。无数先烈在我们的前头英勇牺牲了，让我们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如果不能把这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搞好，我们怎么能够对得起那些先烈和把我们抬上天安门城楼的人民呢？高华，怎么不睡会儿啊？一封电报也没来吗？
没有。不管多晚，一有电报来，立刻通知我。好。哎呀，朱老总，哦，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少奇啊，你不是也没睡吧？睡不着是吧？想问问恩来消息。是啊，怎么还没回来呀？没有。少奇啊，想起来当年我们闹革命，就是希望想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想不到这个理想在我们的手里实现了。闭上眼睛，真有做梦的感觉。是啊，但是老总啊，跟你说句心里话，新中国呢，咱们是建立起来了，可是我担心世界各国能不能承认我们。老总，少奇啊，你们啊别在这儿等了，主席和稼祥在亭子那边呢，咱们也过去吧。啊，主席还没睡？没睡呢。你看看，我还考虑他累了一天，别去打扰他，结果他还没睡。那好，咱们走吧。走。主席啊，恩来，来，别等了，回去睡会儿吧。斯大林还没来消息啊？目前没有任何国家给我们回电。斯大林不是承诺过吗？我们新中国一宣布成立，他就承认我们。恩来，主席啊，苏联跟我们啊有6个小时的时差，现在是他们的早晨，可能还没上班呢。主席，先回去睡会儿，我回去等。睡，我睡得着吗？从西柏坡进京的时候我就说过，我们是进京赶考，开国大典是我们开考的第一道考题呀。实践证明啊，这道题我们考得还不错嘛。老总啊，你说这话为时过早啊。我们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但并不等于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呀。这就好比我们写了答卷，老师还没有给分数啊。主席啊，你别太着急啊。我上次去苏联的时候，斯大林同志曾明确表态，只要我们建立了新中国，他就承认我们。天快亮了，你们都先回去休息会儿，有什么事情我立即通知你们。休息？恐怕今天晚上谁都睡不着啊！主席啊，你这不是有酒吗？我和少奇过来，就是陪你喝酒的。行，来吧，行，哎，来。父亲，我真的有点想不明白，您为什么突然就取消了轰炸北平的计划？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你想过没有？即使我们炸死了几个中共的高级将领，接下来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舆论就会一边倒了。我理解你的心情，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得天下者不代表着他不失天下。当年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可没过多久，不就让给了袁世凯吗？而你父亲我，是中华民国第1任民选总统，
可也就做了1年不到，就让位给他李宗仁了吧？世间万物，得之不易，失之必易，这是千古不变的自然规律。何况，他毛泽东虽然搞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开国大典，但世界上又有多少国家能承认他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呢？我明白了，父亲。您考虑的不是一城一地的得失，您是为了我们长远的发展。是斯大林打来的吗？不是，那是哪个国家打来的？是苏联外交部打来的。电报上怎么说？啊，念来听听。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斯大林同志没有食言。斯大林同志没有食言呐！主席啊，这一下，你的心可以放在肚子里了吧？苏联老大哥一带头，我们很快就能得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哎，老总说的对呀。文莱，我们要充分利用跟苏联建交这一个契机，在国际上展开强大的外交攻势。只要社会主义国家断绝了与国民党政权的联系，不需要外交谈判，马上就可以建立外交关系。帝国主义越是怕我们站起来想孤立我们，我们越要做出个样子来给他们看一看。本来呀，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1任大使的人选啊，你得赶紧落实下来。首任大使啊，一定要选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是啊，而且啊，还要是一位特别熟悉苏联情况的同志啊。本来，你说呢？大家的建议都很好，这个人选早在西柏坡的时候，主席就考虑好了。谁呀？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了。嘉祥。对，嘉祥是我们外交部的副部长，兼任首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老总，祝贺嘉祥！谢谢主席啊！原来，你们大家放心，我一定不辱使命。嘉祥啊，你是新中国成立后第1个派往国外的大使，又是第1位驻苏联的大使，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海外的第1面5星红旗，就将由他亲手升起。你了不起啊！过去旧中国办外交，是看着洋人的脸色办事，跪着办外交。我们新中国的外交，一定要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人民面前呢。自从苏联宣布与中共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后，相继有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蒙古、朝鲜、波兰，还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都先后提出来跟中共建交。
这些都是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联大上，我们得罪了苏联，种下了仇恨的种子。既然是种子，那就会发芽开花。可是总裁，照眼下的局势发展下去，对我们越来越不利了。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在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起作用的是美、英、法。他苏联想在国际舞台上有话语权，还欠些火候。美国对中共的态度是什么？父亲，美国已经发表声明了，宣布中华民国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很好，盛世也有炎凉时，何况风云变幻中。主任，你知道吗？这栋建筑可是有来头的。你说说。这栋建筑可是当年清政府为了迎接德国威廉2世耗巨资打造的。后来啊，这里啊成了晚清政府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辛亥革命之后啊，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也把外交部设在这里。我真的觉得，咱们新中国的外交部啊，设在这里啊，真的是很有意义。你说的一点没错啊，总理也是这么说的。他说，凡是在他的任期之内，绝不允许我们建造新的外交部大楼。依我看，新中国的外交部建立在这个前清朝的外交旧址上，意义不一样。在这里上班，你不觉得有一种责任感跟使命感吗？哎呀，看来啊，还是领导有高度啊！啊，哎，你这臭小子，从国民党那儿学来的油嘴滑舌，这臭毛病能不能改改？行，我改还不行吗？我先进去啊。哎，你可是咱外交部唯一的女司长啊，这活儿你能干啊？来，下来。哎呀，让我来干吧。不用了。曹老爷，哎，我说您就别擦玻璃了，是不是？您这双手啊，写文章还行，您要擦了玻璃，这玻璃啊，待会儿还让我来反攻。对，你说的对。你是咱们外交部的新人，得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啊！啊？还不赶快替你龚大姐呀？没问题啊，快点啊！哎呦，行了，你就别欺负人家子枫了，这点活我还是干得了的。你看看，大爷，还是我龚大姐心疼我。那我说，你忙，臭小子！来，我帮你。不用子枫，我自己来就可以。没事，真的不用。给我吧。姐，燕子，你怎么来了？特务！哎，你走开，走远一点！你谁那么打人呢你？姓何的，我告诉你啊，离我姐远一点！狗特！不是你骂谁狗特务呢？骂的就是你啊！你别忘了你当初怎么欺负我姐的，在重庆的时候还敢到家里来威胁我爸，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行了，燕子，怎么跑这儿来了？小燕子，哎，你还记得我吗？你小的时候我还驮过你呢。少在这给我套近乎！姐，我们走啊，离这种人远一点。狗特务！燕子，你听我说，燕子。燕子，你不好好在家待着，上这儿来闹什么呀？姐，我是来报道的。报道？真来外交部上班了？对呀，你看，你跟爸都不肯帮我，那我只有自己报名参加应聘考试了。我笔试、面试考的都是第一，他们一下就录取我了。这么厉害呢？我可提醒你啊，外交部可跟其他单位不一样，
你要是真到这儿来工作，这性子必须好好改改，知道吗？刚才那种事情绝对不能再做。刚才我那是为你打抱不平，你忘了吗？他当初怎么欺负你的？行了，都过去了。 就奇了怪了，像他这样的国民党特务是怎么混进这么重要的部门的？什么国民党特务？他一直是咱们自己人。自己人？中共在北平建立了所谓的政权以后，毛泽东很重视他的外交。 他已经指派了周恩来兼任了外交部长。金峰同志，根据我们目前得到的情报，中共已经和苏联等7、8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我们与中共之间的较量，在正面战场上基本上已经结束了，但今后在国际的外交舞台上， 才刚刚开始。在外交上，我们必须要赢回来。请建峰同志指示。总理，这是我们刚收拾出来的部长办公室，您看看怎么样？我不是叮嘱过你们吗？要因陋就简。怎么搞得这么奢华呀？ 啊，总理，这屋里的摆设都是旧物利用，我们没有添置一件新的家具。这红木家具都是原北洋政府外交部留下来的。是啊，总理。咱们外交部不同于其他的部门，咱们经常跟外国人打交道，在某种程度来说，这也代表咱们国家的颜面，咱也不能搞得太寒酸了，是不是？何子峰。 就你会说话，我可告诉你们，在我任外交部长期间，绝对不允许盖外交部大楼，不准增加更多的房间和办公用具，一定要勤俭办外交，记住没有啊？记住了，记住了。总理，这是咱外交部全部工作人员的名单，您过过目。 哎呀，这全世界有将近200多个国家，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加起来也就200多人。我们要尽快的选拔一批人才，充实到外交部。必须挑选那些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任何时候都能站稳立场的人。 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统治阶级都是选择最忠诚、最可靠、最有才干的人从事外交工作。总理说的的确是，比如说像我这种人吧，虽然忠实可靠，但确实能力有限，我真的是觉得不太适合在我们外交部门工作。子峰。 总理，我这开个玩笑，我那边还有点事儿，那我就先走了，总理。炳南啊，你是不是把大家召集起来，咱们开一个成立大会？我呢和大家也认识认识。 好，总理，我这就去办。好，同志们，我们新中国的外交部今天正式成立了。首先，请周总理给大家讲话。今天我在讲话之前呢，我首先要指出李克农副部长的一个错误。我是外交部长啊，我到外交部来上任，
你们应该叫我周外长，而不应该叫我周总理嘛。我们外交部有好多是我的老相识了，当然还有很多新面孔。我们第一次见面，下面我就开始点名。头一位是王家祥副部长，我国首任驻苏联大使，他已经去莫斯科赴任了。前2天刚刚举行了开馆升旗的仪式。第二位，李克农副部长。早在3年前啊，克农副部长在北平军调处任秘书长的时候，就在军统特务的监视下从事外事工作，可以说是老外交了。张汉夫副部长正在上海赶来的路上。张副部长留过美，留过苏，是20年代入党的老党员了，当过省委书记。抗战胜利后呢，就在香港从事外事活动。天津刚刚解放，他就主持了天津的外事工作。上海刚刚解放，又被中央派去上海，主持上海的外侨工作。办公厅主任王炳南，王炳南同志留学德国，回国后就在杨虎城将军身边从事统战工作。后来又到重庆、南京，在中央办事处从事外事工作。中央成立外事组后，任外事组的副组长。亚洲司司长沈端先，这个名字大家可能觉得很陌生，可是说起他的另一个名字夏衍，如雷贯耳吧？我想啊，你们大家一定看过他的电影。夏衍同志现在呢，还在任上海宣传部部长，亚洲司司长一职呢，暂由乔冠华同志担任。冠华，你家是5代秀才吧？祖父以上几代都是。到了我父亲这一代就断档了，不过不是我父亲他不努力啊，是这个科举考试停了。嗨，所以我们的乔老爷很会读书啊，先在清华攻读黑格尔的哲学，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苦读康德的哲学，又在德国的鲁宾根大学以研究庄子的哲学的博士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啊！啊，对了，我们在座的还有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同志吗？有，总理，我们情报司的副科长蒲寿昌同志，就是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哲学博士。想不到啊，我们外交部是人才济济呀！小蒲同志啊，你今年多大了？是哪里人呢？报告总理，我是江苏无锡人。啊，1925年生日。江浙出才子啊！小蒲啊，你的外语一定很好吧？将来你在外交部工作，那一定有用武之地啊！报告总理。我的英语马马虎虎啊。哎，龚鹏同志，你先不要坐。龚鹏同志大家都认识吧？他就是乔冠华的夫人。
孔方同志是我们外交部情报司的司长啊，早在抗日时期呢，在重庆就作为我们的新闻发言人，可以讲啊，是一位集风采、气度、学识兼并的外交人才啊。总理，您太过奖了。我讲的是事实。当时啊，你在重庆比我的名气还要大呀。请坐。哦，对了，我们还有一位女司长，龚普生同志，她就是龚鹏同志的姐姐。董月谦同志，外交部办公厅的副主任，国际司司长。他是北大毕业呀，曾经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白求恩的翻译。柯伯年同志，美洲澳洲司司长，曾经参加过国民革命军东征和北伐。你们现在手里拿的这些照片，如果我没说错的话，这里边不少人在以前跟你们有过交往，和你们都打过交道，相互较量过。我记得你们都一直在跟我说，这些人怎么土，他们没有一个是你们瞧得起的。可是最后事实如何呢？在跟他们的较量之中，你们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低估了对手。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些人都是周恩来百里挑一的精英，是人中之龙凤。今后你们与他们的较量，一定是激烈和残酷的。近百年来无论是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还是国民党的蒋介石，无一例外，都是惧怕帝国主义的，都是跪在地下办外交。中国近代的外交史就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如今，我们新中国成立了，我们要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界面前。我们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精神，不惧怕困难，争取主动。任何时候都要有必胜的信心。外交工作和军事工作一样，所不同的是，军事打的是武仗，而我们外交呢，打的是文章。记住，你们每一位都是不穿军装的战士，所以你们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啊。将来，你们无论在国内接待外宾，还是出国工作，你们说的每句话、办的每件事，都代表着国家。所以，我再重申一下：外交无小事。今天在我来外交部之前，毛主席叫我到他那里去，他让我代他送给我们外交部一件礼物。大家看见了，
毛主席把这件礼物送给我们外交部，意义十分的深远呐。在这个蔚蓝的地球上，生存着200个不同民族的国家，本来我们大家可以共同享受着和平的阳光，互助互惠，平等相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仍然有很多国家在殖民主义铁蹄下生活，有的国家被战争的阴云所笼罩，还有的国家在贫穷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着。这个广袤的世界对我们是舞台，也是战场，充满了生机，也充满了挑战。目前和我们建交的国家屈指可数，对我们不了解、正在观望的国家占了大多数啊。还有一些敌视我们，随时都想把我们红色政权扼杀在摇篮中的帝国主义。因此，我们任重而道远。我们要经过自己的努力，广交朋友，让5星红旗一面一面地插遍全世界。Darling，啊，我们该去做礼拜了。夫人，稍等一下。走啦。好。夫人，你不在的这段日子，我的心啊，真的很焦虑。我这不回来了吗？你回来，我就安定多了。在美国的这段时间，我终于体会到了什么是世态炎凉。与我1943年赴美相比，美国政府对我的态度几乎是180度的转变。夫人，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别在乎，其实他美国啊，也就是看我们大势已去，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在向共产党献媚罢了啊！这不是献媚，这是害怕。说说。从这点来看，美国政府的信仰是和我们一致的。他们十分惧怕共产主义在世界蔓延，所以啊，我们要始终高举反对共产主义的旗帜，这样，他们才不会抛弃我们。达林，我们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振作起来，努力维护国府、外交的生存空间。夫人所言极是。走，做礼拜。怎么是你啊？过来。那么远的路，这时间你能赶得上吗？裴万，你怎么完成任务？小燕子，你差不多就行了。好歹呢，我也是差点当你姐夫的人，你别没事老是不依不饶，行吗？哎，你还真好意思提呀？你还好意思说当我姐夫这事儿？当初你一句话都不留下，就这么凭空消失了，你知道我姐有多难过、多伤心吗？我们都还当你死了呢。你倒好，
在重庆你又出现了，还是个特务。反正你把我姐害惨了，我就不依不饶怎么了？我还偏就不依不饶了。这还没完没了了，你是不是？我跟你说，有些事情我没法跟你解说。是，您是有重任在身，但你既然知道你有那么重的使命，你就别招惹我姐啊！你差点没把她害死，你知道吗？她当初为了你，她都什么？说呀！反正，你这个人就是在感情上极度自私。纷乱的世界上，我信步走过，变幻的风云里，你越发巍峨。唯有那么一天，环球同此两人，云水间响彻我们